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最近一款很红的游戏，不知道你有没有玩，就叫《黑神话：悟空》。现在连西方也给它高度的评价。那它原本传出说有13关，现在变成6关。那冯骥就说了，他说宁可砍掉，也不要说一开始做不了。他说啊，很多的能够做到现在的规模，都是因为说，试一试好了。那他倾向说，宁可最后砍掉，也不要说一开始我们做不了，因为原本传出有13关，后来选择6关的关卡进行开发，后来因为工期太短哦，所以先除了这6个关卡之外呢，其他都还没有做出来。那现在其实这个游戏在西方世界呢，其实也给高度的评价，就有这个游戏的主播呢就说，这个一定会拿年度最佳的游戏啊，不然就有黑幕。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This game is awesome, but it's gonna win Game of the Year. It's gonna, 100%, 1,000%. There's just like, if it doesn't, it's rigged. Simply put. 好，除了看到这个玩家之外呢，包括了德国的科隆国际游戏展的玩家都说，悟空让这个世界的玩家渴望了解了中国的文化，甚至还有人说，这个阿拉伯世界其实也是很多的网友在玩啊。我们听听看，那这些网友怎么说？我们敢想象，我在中国14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阿拉伯网友对中国的评价有这么高。阿拉伯多个顶级网红3个小时的直播变成了24个小时，评论区甚至都说西方国家和日本万万没想到中国的第一款游戏就已经超越他们了。还有的说希望厂家给我们多出几个中国的游戏，我们不想玩西方的了。看到中国的游戏走进阿拉伯世界，我真的非常开心。黑神话悟空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或者这样说法呢，就是一开始这个黑神话悟空原本传出说在阿拉伯地区是没有流量的，因为游戏当中有猪八戒，这可能跟阿拉伯的一些文化跟他们习俗有一些牵扯到，所以说这个担心游戏会不会在那边卖不好。结果呢，他们现在主持人出来辟谣说没有了。现在第一次看到很多阿拉伯的网友对中国的评价有这么高，很多的顶级网红啊，3个小时的直播现在变成24小时，一整天都在直播这个游戏那现在也传出说，连沙国的王储都跟风一起来玩，就知道这游戏的魅力到底有多大了。那现在呢，黑神话悟空在 Steam 上的好评率日语跟韩语都是垫底，只有80%。那英文、法语跟德语都是90%。那现在是不是传出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日本跟韩国在嫉妒这件事情呢？那我们再继续看到这到底活络了多少的一些产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陆里面的电竞饭店是一房难求，游戏设备还卖到缺货。我们先从游戏业来看这个黑神话悟空现在已经卖出了1240万套，在中国的 PS5 也卖到断货。那店家就说第一次看到有单一游戏让主机卖到断货了。那你除了可以用 PS5 玩之外呢，很多的玩家都用电脑来玩，所以很多电脑业的业者都说了，从 CPU 的晶片到显卡，不少玩家为了得到更好的游戏体验，开始怎么样对电脑做升级的动作。因为之前的4080跟4090的高端显卡很少人购买，但因为你要跑这个游戏嘛，所以你显卡势必要更强，所以最近呢都有人来咨询下单整套电脑组下来大概要花1到2万的人民币那现在就有在深圳的这个华强北的电脑业者表示说，我们今年的档口接了10几台的这个电脑的订单基本都是冲着黑神话而来的。以前上班还能摸鱼，那现在是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了。看得出来这个人生意做得蛮好的。那除了这个电脑之外呢，现在很多的游戏厅跟网吧就是网咖，现在也非常多的人不少主机的游戏厅网吧都提前上线，甚至还有一些团购的套餐，还有订单也增长了2倍。那游戏上线的首日热爱电竞的这些酒店不少多人的满房，那迅速40% 以上的玩家都是冲着这个悟空的游戏而来。那我们再看到现在连这个洗浴中心也是大爆满美团平台上关于这个洗浴的搜索量增加40%。那我们可以看这画面很多人到这洗浴中心可以干嘛？可以一方面你可以洗澡，一方面又可以玩游戏，可以在那边住，等于是这个洗浴自助餐所以相关的搜索也增加了3倍左右。那就有当地的经理就说晚上10点以后还是有客人排队还有人在为这游戏来做攻略。那现在这个整个的行业呢，其实也不是只有在游戏产业而已，还包括旅游业。上海就有上海的玩家发现这个悟空在苍狼灵山亭打坐的时候，旁边有个小香炉，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小香炉制作
特别精致。结果被他发现了，这个香炉的原型啊，就是奇兽人物博山炉。那此时呢，就在上海的博物馆展出，而且吸引不少市民来前往打卡，这个是有真的东西的，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还是蛮夯的。再来旅游业呢，我们从上海到了江苏，江苏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花果山景区的这个向玩家发出邀请之后呢，迎来首位通关的游客高先生。他景区呢，为了他免了门票，还负责用专车来护送这一家人来导览。那再看到的就是山西这个旅游业，山西目前是最夯的一个部分这个悟空的取景地有36处，但27处就在山西。那山西省呢，发布了3条主题路线的地图，我们就看那个地图好了。这个地图呢，其实蛮多人都说，哇，原来这很多的一个地方是非常热门的。我们看那地图，哇，有3条地图，有没有？这3条地图呢，其实不管是游戏里面，还是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你都可以直接去实际去走一下。那这3条地图现在也成为山西非常热门的一个观光景点，等于是游戏结合当地的观光业，然后变成一个整条的产业。那现在呢，在当地有大爆发。很多中国大陆游客呢都要到现场去来做一个朝圣。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观光业嘛，这个甜品现在也搭上这个热潮。甜品呢，它现在做出了像这悟空的蛋糕啦，或是说悟空的一些甜点、糕饼等等的，要吸引更多玩家买回去，边吃边玩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好，话回来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现在整个悟空的热潮在中国大陆席卷而开？我记得昨天我们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才说卖出了1000万套。对，今天又变1240万，一天就卖240万套，现在已经卖到1240万套，这个速度真的是蛮惊人的。我看他要冲上排行榜第一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我记得第1名好像是2200万套，所以历史第1名。对，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气势如虹。那当然很多人会说中国大陆14亿人嘛，对不对？14亿人才买个1000多万套，哪有什么稀奇？怎么了吗？对不对？对啊，我觉得也不要都用这种酸葡萄的心理在讲嘛，因为实际上。对，大陆人买这个游戏占了80%左右，那可是问题是也有20%左右是海外地区的人买，对，所以包括你看欧美啊，各国给他的评价都还不错，大部分的国家给他评价都是超过80%以上是满意度。那最低的，我记得我看到最低的是芬兰77%，芬兰反而更低啊，对，比日本、韩国还低啊，对比日本、韩国还低，在77%，很多国家是超90%以上的评价。那当然，一个游戏。一定有人有不同的想法，有好有坏。我觉得这些东西都 OK 的，那也不是一味的帮他说好话，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意思。看个人喜好了，对。那但是它能够造成这么火热，绝对不是单纯只有民族荣誉感啊，或是那种爱国心的问题，一定是有它有可取之处。老实讲，我这2天都一直在思考，要不要去买个 PS5。但你要跨区下载，对啊，台湾区没办法下载。对啊，这个就有点麻烦了。那个都没关系，那个可以解决的。是，对，就要不然就去 Steam 上面玩嘛。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还要去考虑，因为说真的，如果单纯买电脑的话，你要独立外接、独立显卡，然后再这些其他东西，其实比买 PS5还贵。我讲实在话，大家仔细去想想看，因为现在一台像这种电竞电脑，如果真的是比较档次比较高一点，大概至少要5-6万以上，跑不掉，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游戏一起来，它一定会带动很多很多的周边产业。刚刚也提到了，包括旅游，包括糕点啊，包括其他的这些甚至连洗浴中心都可以因为这样起来，这也是蛮趣味。那我是觉得这一开始就想好，因为它为什么要集中在山西取景？因为第一个，山西那边有很多佛教的留下来的这些，包括石窟啊，包括寺庙啊这些东西。那《西游记》本身的故事背景就是一个西天取经的故事嘛，所以它会有很多佛教相关的元素。所以这个游戏制作团队本来就在山西去取了很多的景。那我相信他们一定有预期到，只要这个游戏一火，这些地方一定会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看到别人的成功，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去思考看看？也就是我们台湾有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就是在这个黑神话悟空里头，这大家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当然是嘲讽啊。那我就觉得我们也不要去嘲讽人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出来？如果做出来的话，带动你让大陆人来台湾的各景点去旅游，不是也很好吗？然后也不用酸酸的说这个东西台湾没什么了不起，台湾也做得出来，我们真的做得出来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去仔细思考一下。那台湾有钱的金主也很多啊，像曹兴诚啊，曹兴诚你也很有钱啊。
你不要投资黑熊嘛，黑神话黑熊，不然你投这个绿神话黑熊嘛，绿神话黑熊，你投这个出来做这游戏，把它做出来，我相信很多人也愿意玩呐，对不对？是不是？你弄出来，说真的，如果你能够做出个绿神话黑熊，我都会想买来玩玩看，我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要老是羡慕嫉妒恨。而是要自己真的做出来一些东西，你做出来之后，就算被大陆批评不好，但至少我们台湾人是做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的要仔细想想看，曹兴诚赶快投资吧，才20-30亿，你可以的。我也被你这样讲，我也很期待这个绿神话黑熊有没有机会可以在台湾实现？然后请教一下介大使怎么看？我想就是说，其实这个电竞这个市场哈，全球市场它不断的扩张。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陆这个公司哦，它不过差不多4亿左右的人民币嘛，对不对？投资下去6年哦，它回收非常的快。是，那这个市场整个全球规模，那个据这个相关的研究单位，2024年大概21.1亿美金，就纯就这个好产品的市场。然后呢，可能到2029它会超过50亿美金，52亿美金。可是这没有算它带动的周边的产业，是周边的产业，所以它是一个新兴的产业，而且现在这个电竞基本上很多人就是说职业选手在里面，职业选手的奖金有上100万美金哦，所以他现在这个职业选手这个会带动这一些整个的这个产业继续发展，是，所以它是一个新开创的一个产业，就跟在这个19世纪末20这个电影突然进来了。那电影这个产业现在你就看出它的规模有多大，而且电影会带动社会的发展，把一个国家的形象塑造出来。是，比如说全世界就知道电影首都在好莱坞嘛，对，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知道美国有大峡谷，为什么有大峡谷？因为美国西部电影都在那里拍的所以那个我们还没有去过，我们都知道大峡谷不得了啊。那这辈子能够去一下真的是好像有一个得场戏院的夙愿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现在这个我觉得现在这种电竞的产品基本上有一点像电影啊，对，它会不断的很多人在这个把时间精力投入在里面。那这个产业，这一支电竞这个产品，我看到这个黑神话，我看到很多网上很多在讲它的优点，其中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它的这个视觉效果很好，那视觉效果又很有中国特色，是。所以这个在这个产业里面，它是一个很新创的视觉效果，就靠它实际去取材，实际去到那些实地去取景，像山西啊，像甚至还有其他的地方啊，什么上海啊，江苏啊，山西都有。所以不仅是中国的玩家在看这些，想要去看这些景点，西方的玩家也对这个也很有兴趣，也会好奇，所以就是说，它可能会带动这个整个相关在这个产品里面的这些出现的这些风景点的这个整个它的旅游风潮是，那这个带起来的价值又很高了，那当然就是说这些硬件设备啊，你刚刚也在讲了，很多人就说，我要提升我的这个电脑要升级一下，电脑要升级啊，甚至去买一些周边产品啊，是，所以这是一个很新兴的产业，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里面这次成功的原因，我觉得最主要是什么？是它结合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还有中国的地理文化的优势，不单只是游戏而已，不单只是游戏。如果它没有这个背景的话，可能也不会卖那么好。所以我也给大陆的这些新兴产业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启发。好，来请教吕舰长。台湾有没有曾经做过这类的游戏，然后蔓延到其他的产业？其实是有的也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赤足游戏。那赤足游戏呢，其实也就类似如此，然后结果后来就拍成了《返校》的这部电影，拍成电影。不过因为它终究没有那个推广很多的旅游景点嘛，或者是鬼屋探险嘛，其实没有，就是但是呢，现在这个电影或者是电竞或者是手游产业它都是会包裹的这一个旅游产业或者是国内产业一起前进的。那例如说我们当初看到《达文西密码》的这部电影的时候，有多少人因为
因此而到巴黎重游。那例如说2012的这部电影推出的时候，有多少人跑到黄石公园去玩？别人我不知道，我就是去黄石公园直接去其中之一。是就是后来下片2-3年之后了。那我们这样子讲啊，这个也就是刚刚主持人所特别提到的，跟着悟空游山西。那当然他不会无论是国内或者是国外旅客到达了中国大陆的山西，它不是直接降落在山西啊，它是一路玩进去，因为它的这个旅行社一定是这样包装的，也就是我们可以讲到这个就是拉动了内循环。那内循环的另外一项是什么？就是刚刚讲说，直接要装一个显卡。那刚刚讲到说有4080跟4090这2种显卡。大家知道多少钱吗？如果现在直接看到那个电商上面的那个价格的话，4080的显卡要39490块。那如果是4090的显卡更贵到63990台币嘛，对，讲的都是新台币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一个拉动内循环，带动甚至带动到电子产业啊，我们很难想象它都变成这个样子啊。那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Joseph Nye 他曾经提过的，叫做软实力。软实力其实有3个面向：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这一次这个我们讲到说悟空的这个电动玩具啊，它其实就是文化的部分。文化的部分，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面啊，就是竟然推广到了中东啊，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其实也就是《论语记事篇》里面讲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文德就是一个软实力。那这一次很成功的利用这个软实力，不断的让整个东亚、大中华区、东亚，甚至吸引到更多的国内的玩家。这个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讲的。讲好中国人的故事。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王哲。马上来看到这个核污水排海已经1周年哦，岸田文雄呢访福岛的时候还吃刺身，那他是不是作秀呢？那甚至呢，现在还传出说要对应中国的进口限制进口。这个岸田文雄呢，在8月24号上午到了福岛县的这个市场里面啊，去吃了这个刺身。他在强调说，食物是有安全性的。那他甚至批评什么？他说中国限制日本的水产进口措施是毫无科学根据的。那要求在2024年的秋季的经济对策来提供一些方案，甚至呢希望应对中国限制进口的措施方向。那日本现在的情况呢，现在可以看到，要防止播音员讲真话 ，NHK 现在开始用预录的方式来录中文的新闻哦，因为他们之前有传出说，中文播报的时候有说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那引发了中日的2国热议，所以现在改成预录的方式，比较不会讲错话。再来除了日本之外呢，现在看到中菲在南海的争端又起哦，中菲在南海的争端不断。那菲律宾呢，他指控中国的飞机热焰弹引发了这个骚扰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菲律宾呢政府指控，这个除碧礁已经被中国管制，成为当地军事化的一个基地。那除了日本跟菲律宾之外呢，其实现在有一个国家跟中国大陆关系还不错，这个国家就叫印尼哦。这个赶在卸任前迁都办公，印尼总统佐科威9月要搬到新都去了。那现在这个办公室呢已经完工可使用了，包括位于在国家宫的这个总统官邸，新首都呢拥有2200公尺跑道的机场，如果没有大雨的阻碍的话，预计在9月2号就能够竣工。那印尼这样迁都的话，中国大陆背后当然是有出钱出力，新首都还一度被称为新北京。怎么说呢？我们看到双方当前最重要的，除了已经通车的这个亚万高铁，甚至还有一些经济走廊，还有2国双园等等。那现在呢，包括联委会已经早将新首都的议题也纳入进去了。那我们刚刚除了提到出钱出力的部分呢，包括你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快速轨道，已经在8月初的时候已经开始试营运了，甚至中信建设呢也有意建造60栋的住宅大楼。现在包括了水电项目等等，也是中国来帮忙的。再来，
中国的这个铁建集团呢，也有意在开发当地的交通系统。另外，包括一些港口建设啦，一些等等，现在传出连华为都应该有意愿来帮助建设新首都。那印尼的潜力开发家，现在中美急于拉拢，因为它位处于印度洋跟南海之间，是全球60%海运贸运的通道。那根据东协最新的显示哦，如果被迫在中美之间做选择的话，超过50%会选择中国，包括印尼，因为主要原因就是印尼的回教民众不满美国在中东的支持，以色列呢压迫巴勒斯坦的回教民众。那印尼跟中国最大的开发呢，就是这个镍。那镍是电动车的电池的重要材料。那如今呢，中国在印尼呢，开采冶炼过的镍来供应全球50%所需。那除了印尼之外呢，再来看到的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鲜果榴莲出口中国首航仪式呢，就在吉隆坡的国际机场来做举行了。那现在除了第一批之外呢，第二批将有10吨，那第三批呢有15吨，共40吨的榴莲陆续要运送到深圳、北京、上海、广州还有南宁等5个城市。那现在包括了中国公民也提高了对马来西亚的高端住宅的兴趣哦。今年同期居住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人数量似乎翻了1倍，达到了20万人哦，所以看得出来，大家也有意在马来西亚购买豪宅，询问度呢增加了42%。那甚至有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呢，去年招收了44000多名的中国学生哦，比起2021年也增加了35%左右。华国人先请教一下介大使怎么看这个岸田文雄这样的情形？岸田文雄其实我觉得他去福岛，他当然要推广福岛的海产是，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福岛的海产在日本的市场上销售也降，连日本当地都降。对，我看过很多资料哈，就是说日本在很多市场上它有这个产地的注明，是，所以事实上的话就是说福岛的基本的水产业还有相关的这些地区水产业，是在日本市场里面都被放到最后面去，日本人也有怀疑，是，事实上日本人这个并不是都像这个岸田文雄一样，吃的也会怕怕的，是吧？所以他这个做，他也不是对大陆不会驳他这个节目的啊，他基本上是在日本国内，也就是像日本的民众去宣导说，你们多吃点福岛，大内宣呐，大内宣，他有内部市场需求啦，是。那外部的问题，中国大陆就一直对中国大陆并不是对你这个你核灾如何，而是你那么多的这个核污染水，你居然往公海里面倒，对，这就是变成中国大陆在发生这个说核污染的时候，并没有进日本的水产这样全面的禁嘛，它也是进一些地方，是。可是问题，你一把污染的这个核污染水一倒海，日本水域全部都被附近水域遭殃，对不对？所以全日本的很多的其他，比如说它北海道的扇贝或者那边的这个蟹类什么，中国大陆是全郡。为什么？你把污染水本来是福岛一个地区，你全部都在日本地区到处丢。那大陆事实上最近跟日本在谈的就是说，你说你的核污染水都经过处理以后是完全安全的。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能不能派我的专家去那个你释放核污染的水的地方去检测，是，实地去检测一下，实地检测，日本不同意，日本不同意，他说这是主权的问题，你要人家去把这个去吃你这个有受到核污染影响水域出产的海产，你又不让人家去检验。这个其实不太符合国际贸易法有关防疫检疫的证明。是这个实际的实践，通常我们都会派人去实地去检验你这个工厂或者你那个产地，你有没有违反所谓的防疫检疫规定的这些措施。所以通通是这叫什么我们叫什么？就是说我们叫源头管理。这就叫源头管理。你今天你要卖东西给我，对不起，我到你的源头我就去查了，这是国际惯例嘛。那日本大陆，你要大陆吃你的鱼产品，对不对？海产品，那到时候我做源头管理，我就看你那个水有没有问题嘛。对，结果日本不同意，那所以岸田就在日本境内一直叫日本人吃水产品。可是呢，日本人最近他们自己国内对于这些海鲜产品的消费
也没有增加，没有信心，也日本人也没有信心。是，所以岸田啊，这个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想也是他会加速他下台的原因之一啊。反正他马上要下台了啊。是，那就是说，还有就是说，这个印尼的首都，事实上的话，它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佐科威他已经搬到去那边上班了。是，哎，这是势在必行。现在整个的进度是全部的15%已经完成。是，那这边很多开的都是国际标哈。那为什么会变成就是说新北京呢？因为就是说开国际标的时候，很多中国的这些建设工程队都拿到这个标。那主要是因为有竞争力。是，哎，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设计是印尼人设计的，开标是印尼人开标的。那就看谁最有竞争力了。是，好，请教吕舰长。我们看到最近无论是在黄岩岛或者是楚碧礁菲律宾都抱怨，然后在国际上面发声说这个解放军的战机发射这个热焰弹然后影响到他们的渔业及水产资源局的一个飞机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那他那个战机应该是歼11那他打出这个热焰弹，但是必须这样讲，很专业我们来看，他并没有在你的正前方他在你的侧边。那你说，小舰长，你说专业就专业我拿出另外一个，这个是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他所发出的一个航空人员的手册它里面就讲到了，当你要驱离的时候，你的战机的确就是这样子打热焰弹，飞到前面去打热焰弹，这不就是专业的一种发挥吗？所以菲律宾，你不要到不是你的领土那边去飞来飞去，就是因为你飞来飞去，才会被这些战机打热焰弹。另外，菲律宾又说楚碧礁，你好意思讲楚碧礁你怎么不讲一讲你这边的中业岛嘞？你说楚碧礁过度开发。我们看上面这张照片是2014年1月8号中业岛的样子，有没有下面这张是2023年6月19号的这张图？我们看到它的那个西北方有港吗？有像现在一样有港吗？没有它的那个机场跑道原来就是一个简易跑道而已，现在已经完成整个水泥铺面了。那难道这个不是过度开发吗？而且大家不要以为没看到，小舰长专门看细节。怎么说？我们看到这左边这个角，它竟然有一个登陆码头，登陆码头上面还有一艘坦克登陆舰这个坦克登陆舰你不要赖，这上面有编号的，就是你菲律宾的那个 LS 51这一艘登陆舰所以我们这样讲你不要一天到晚就在那边那个去找中国的麻烦，你先拿镜子看一看至于这个努山那个塔拉的部分其实他真正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遇到了也就是除了资源分配不平，因为之前在雅加达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印尼的那个它的版图是这样的大那但是只在这边，所以他现在放到它的一个中心点去，那这就是努山卡拉的部分。另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雅加达路程的问题。现在雅加达都是这样，一下大雨就淹水，这个才是我们讲到佐科威要解决的问题。好，请教彬哥。我是觉得岸田去做这种宣传都没什么太大意义。第一个，刚刚介大师也说了，他们日本民众自己也会怕，是表示日本民众也没信心嘛。所以你吃什么水产呢？如果你真的认为那些水干净的这么样子，你岸田文雄为什么不下个指令，把那些水核污水全部制成矿泉水？我们日本政府每一个人都喝，是这样是最强力的这样的一个证实吗？不会你们不是说很干净，符合科学就全部喝嘛，这样就不会有核污水排水的问题是你就直接把它喝掉。那大陆我相信就愿意开放进口你们的水产。那问题，岸田你敢吗？你敢做这件事吗？如果你都不敢的话，你还跟我讲什么科学？不是在讲笑话吗？那当然。就是菲律宾跟中国大陆之间在南海的这一些对抗我觉得大概是停不下来，因为很明显这不是菲律宾单方面要做这件事，是美国要他做这件事。对，所以当美国一日不停止在南海的这样企图的话，南海就不会有安宁的一天了，大概就是永无宁日。那美国也很贼，就是一直叫菲律宾冲前面，他知道菲律宾斗不过大陆，但是没关系。我就是每天给你不断的骚扰，我看你大陆要花多少资源在这个地方。
那我觉得对大陆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它会持续坚定的在南海这个地方继续建设。你美国这样搞，只会搞得它在南海建设更急更快。是。讲到了经济哈，大家都在等10月啊，原因就是因为呢，金砖今年呢是由俄罗斯这边来主办，那10月即将要登场。目前习近平已经确定了10月呢，他会亲自的来出席金砖国家峰会。那这一回呢，其实大家就看到这个是绝对啦，经济上面会是一个主轴，当然技术上面的合作也会有很多讨论。而且呢，现在也发现东协有很多越来越多国家要开始喊话。我也想加入金砖。来看到印尼了，中国印尼呢现在已经有一个双边合作的会议，说双方呢都要来扩大双向投资。好，最主要就是什么？是要保障亚万高铁的高水平啊，或者甚至能源车啊、锂电池啊、光伏啊，这一些其实都可以来合作。印尼之外，来旁边一点点，大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动作了。传出马来西亚的鲜食榴莲已经获准输入大陆，好，因为呢第一批已经在今天先运达了。必须要知道，这个如果能够卖过去的话，他们自己的预估说每年出口呢可以增速达到20%，甚至30%。因为他们看到谁？看到越南，那个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告诉他们这边有市场，这边的生意可以做。那当大家都在觉得说，靠一下从这个经济上面把饼做大，一起来合作的同时，在东协还有一个国家叫做菲律宾，菲律宾做法就比较不一样了，原因是因为他们比较在意的是安全防务问题，像他们指控的是中国向他们的巡逻机来发射照明弹，他们讲说那个距离非常近，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这是由菲律宾他们的海巡署所发出的画面，说你看，大概只有15公尺这么近的距离，多次对我们来发射照明弹，这除了非常不专业之外，根本就是无端骚扰，危害到我们的安全。好，同时呢，他们也呼吁要停止一切的挑衅，还有危险动作，甚至呢，现在大家就在讲，两边其实就开始各自来出招，因为环时的报道就是。你自己在中业岛这边已经开始扩建军事的基础设施，扩大你们的军事存在，甚至呢已经可以有短距起降的战机，要容纳更大的战机，那是不是他也觉得你在向我挑衅呢？南边有一个菲律宾，北边呢则是日本了。美军的嘉手纳基地现在新增加了6架的死神 MQ9 无人机，当然要强调就是我们在这边由我来固守着。好，其实呢，美国在各个角落它都有一些新的布局。目前有一个布局可能要重置，好，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海军呢，现在发现有17艘的支援舰，因为人不够的关系，所以现在呢，就必须要先把这一些的船员呢来做移转，那当然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战力了。而这一些都是美国现在缺人，或是缺钱、缺船、缺舰，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问题自己要赶紧解决，该做的还是得做。苏利文传出来了，8月27号即将到大陆来访问会晤的是王毅。目前呢，大陆外交部讲这场会面，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叫台湾问题，要告诉他台湾问题是首条红线。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从军事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大家觉得美中之间的彼此是对上了。那目前在金砖不但是对上，而且呢，习普是站在一起了。其实也不是真的对上啦，就是我制裁你，然后你自己走自己的路啦。哦，那你搞你的结盟嘛，那我也有我的结盟嘛，就这样啊。那这个10月的金砖会议特别引人注意啦，因为这个到底会有多少国家加入那个本币互换的体系？对，那本币互换照理讲，大家还是要有一个默契吧，比如说共同的可以接受的第三方货币是哪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啊，那目前是没有公开讲啦，不过这么多国家唯一可能共用的非美元、非欧元，那当然只有人民币啊，因为人民币新的数字刚出来啊，就是
上个月这个就是7月了，7月它在 SWIFT 的交易的比例现在已经高达 4.76%， 这个创历史新高了。那融资的话已经高达6点多，它现在是全世界第4了，是，那已经连续6个月都是这样了。那第4就是英镑了啊，那第1名当然是美国啦，第2是欧元啊。如果金砖会议如果真的大家有这个默契啊，那人民币的支付有机会去追英镑啊，因为英镑现在大概是7%左右，4跟7的距离。4.76，然后英镑是7.1，7.1啊。那这个当然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啦，因为这可能也会联动到中国大陆可能会增加它在境外人民币的比重，因为它现在大概不到3%，它蛮谨慎的啦，可是到时候用的量就会变大嘛，是，还有人家要做外汇储备啊。那中国跟印尼，我觉得中国应该是把印尼当做一个样板啊，因为老挝比较没有钱嘛，所以如果印尼中国跟它发展的好，那方方面面的工业啦、基建啦，就会越来越让你看到。那东南亚会有更多国家愿意跟进，因为印尼毕竟是东协里面最大的国家嘛，它大概是体量最大，就是老大啦。那新加坡是头脑的老大这样啊，那它也跟印尼是全面合作，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非常重视印尼在东南亚的地位了啊，而且它基本上比较没有像新加坡以前跟美国有一些纠缠嘛，就新加坡确实比较亲美啊，那越南基于地缘政治考虑也会比较亲美，那印尼没有这个问题啊，那尤其是中东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得罪穆斯林得罪可大了，所以我认为中印尼的发展的空间会非常的大，所以他也会在这边做相当大的一些，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全方位的经贸项目还有基建整个铺开了啦，就是这样啊。那菲律宾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啦，这个取决于中国大陆自己啦，就是你要不要立威啦，他事实上是做得到的，那只是他一直不做，那你一直不做，人家就爬到你头上啦，就是这样啊，这很现实啦，你对越南就立威了，2015年，那你对菲律宾要不要类似做这样的动作不然人家就会把它解读为你害怕，因为菲律宾背后有美国是共同防御条约的对象，那你怕会引发中美的直接冲突吗？我觉得人家一定会做这样的理解啦，那当然就会不利他在整个南海的一个发展。请教一下左老师，因为这其实呢一环扣一环啊，毕竟大家彼此都在同一个区域，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都在观察。对，其实菲律宾的这个事情呢，当然第一个要看到就是说为什么是仙槟礁啦，主要因为其实仙槟礁距离仁爱礁非常近，所以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说，它要补给那个马德雷3号仁爱礁，仙槟礁可以说是一个跳板，这是为什么它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这个仙槟礁。当然双方有一些你来我往啦，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菲律宾最近国内也有一些事情那也冲击到了这个小马可斯政府，所以小马可斯政府其实也需要有一些事情来转移焦点什么事呢？就比如像就这里头最近菲律宾很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原来在这个 Tarlac 这个省份他的那个有一个市长有一个小镇的市长，他这个逃亡因为他认为说他被认为说他这个涉及到这个就是一些游戏赌博啦，然后赌博产业，然后后来他就逃亡，结果发现到说居然菲律宾的这个禁管单位居然没有掌握他的行踪，让他能够逃出去所以当然现在对于小马可斯政府，现在他就变成说要找出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对外方面有一些激烈的动作，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利的。那当然其实他现在也得到美国这些加拿大澳洲他们的这个支持就能够对大陆有更强硬的动作，所以他本人他认为说国际上他得到支持，而这个国际支持对回到菲律宾国内来说，对他还是一个加分
那刚好他现在也跟这个杜特地父女啊，其实关系也很紧张。而杜特地呢，其实是菲律宾在近20年来最亲中国大陆的一个这个总统，所以这个内部的因素，我认为更可以解释菲律宾行动。不过回来要讲一下这个金砖的这个金砖国家峰会。今年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看点就是泰国跟马来西亚会不会加入。马来西亚最近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很密切嘛，那他也申请加入了这个金砖国家组织。是。那当然这个会有助于让金砖国家组织呢更成为一个所谓全球南方的代表。但我觉得最近有一件事情跟马来西亚跟中国大陆关系更有趣的事情是什么？马来西亚最近跟中国大陆联合去申请，把这个中华舞狮艺术作为一个就是非物质文化世界的这个文化遗产。那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说，你看像舞龙舞狮这件事情，不只是说在中国大陆，它其实是全球华人共享。那马来西亚因为它有很大的华人人口，所以它也可以去申请这件事情，它也把它当作是一个国家的荣耀。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不只对这个国家它在政治上有帮助，对它经济上有帮助，我觉得对它国内的团结也是有帮助。我觉得看看马来西亚，想想台湾，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可以借鉴跟学习的地方。但是如果从军事层面上的话，请教孝瑋哥了，因为当菲律宾一直在喊说你们这样子很危险、很没有礼貌，你这是挑衅的时候，也有人在讲，如果中方真的没做事的话，那就觉得被看小了。对，的确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变化，也真的是最近来说特别你看，像美国最近要增加6架无人机到这个加索纳基地，当然其实。美国把这个无人机要这个时候进入到加索纳基地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反映了另外一个状况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军其实因为现在在加索纳基地原来的这个 F-15战机呢，已经机龄过老，然后分批回到美国去除役，导致于就是说整个加索纳，也就是美国面对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空军的兵力是不足的，所以它必须要运用到类似像无人机因为你看，其实中国大陆无人机在这个区域里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不仅仅是说从南海到台湾的这个周边海域，然后到整个这个菲律宾海，甚至于到这个日本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这个周边，都可以看到这个大陆它现在在这个地方用包含有人机、无人机在进行这个空中巡弋，但是这个时候反而美国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力量开始下降，因为它这个连队的这个飞机太老，然后必须要除役，然后但是新的飞机呢还在制造中，虽然说它也从本国不断的轮调单位到这个加索纳基地来增防，但是呢整体来讲那并不是一个算是一个固定性的作为。像这次他把这个无人机死神机调来6架，甚至于还有 RQ-4C 这个长程海上巡逻用的这个无人机调来，都是反映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其实今天在这个区域里面就是说美国海军这个缺兵也是近几年的确是他们正在面临到的一个问题。那当然，不过美国海军的这个兵力调节的方式其实也跟其他国家你会发现有所做的这个方式不一样的是，因为其实美军它有这种所谓的现役的这个舰队之外，它的这种包含像候补舰就是运输舰后勤舰艇等等，它是依靠就是美国海军底下一个叫做海运司令部。那这个海运司令部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它的一艘军舰上它可能部分人员是军职，那部分人员是民职。那因为现在海军的那近几年来招生相对来说比较辛苦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海军它近年来海上战斗部署的时间大幅增长从过去平均6个月如果是一个航舰打击群的话，动辄弄到8、9个月才能够做一次海外战斗部署，所以会让很多人时间到就不愿意再签下去。但是海运司令部相对来说，它的时间比较不会那么的那么冗长，所以它会利用到就是把海运司令部的人员拨到海军就是海运司令部的军职人员拨到海军，然后增加海运司令部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民职的这个人员来填补这样一个方式。不过整体来说，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军现在在应对这个整个西太平洋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力量的时候呢，的确跟过去来相比越来越多，相对来说比较不是那么能够放开手脚，这个地方受限到包含后勤人员以及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之中大量增加这个无人机舰或有人的巡弋的这个数量，的确让美国现在在这个区域里面要能够方方面面的顾到越来越不容易。人好像变少了募不到嘛资金也变少了，所以相对的你的船你的飞机好像数量也没有以前这么样的能够充足，能够来运用。那
战火又各处烧，该怎么办呢？中东现在正式的开打了，来，以色列开轰，说是因为先发制人，什么意思？就是呢，他们说他们发现了黎巴嫩即将在清晨5点的时候对我们做袭击，那真主党呢要打我们当然是先发制人，先给他打回去啊，所以马上出动了大概是上100架的空军战机，那直接呢就对准他们的火箭装置，说命中超过40个真主党的发射地点，那人家都打了，你不动手吗？好，你现在画面上看到了是以色列当时空袭黎巴嫩南部的画面。那黎巴嫩马上真主党这一边回敬他，射了320箱武器，以11个目标为首。他说首轮报复完成，什么意思？就是一定会有续集，两边都是大量的出动了战火。让以色列国防部长呢，他们则是在他们要出手之前，先告诉所有的全民是全境进入48小时的紧急状态，甚至呢有多所的大学考试取消了，而也因为这样，所以当地的航班是大乱的，机场涌现人潮，最主要就是包括了边境，包括了他们以色列很多人会去海滩啊，因为周末假日嘛，会去那边度周末，通通全部关闭。这么一件事情，白宫的讲法就是说，以色列不讲了吗？他有发现人家对准他啊，所以呢，他也赞成他自卫。可是他也发现伊朗已经准备好要攻击以色列啊。换句话说是什么？是不是只有真主党而已？是伊朗也准备好了，而且他们就因为这样要加强中东的军力部署。防长呢直接说他们绝对会保护以色列。而至于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则是人就直接现身在约旦了。那他的讲法是，他的出现是为了传达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就是要遏制全面性的冲突。同时呢，也说因为美军在这边也有驻守，所以呢，要防止在攻击的第一时间之前就能够保护他们。而且在这一次的这个战事，其实呢就在和谈谈不下来这个阶段。那目前看起来呢是应该和谈无望。可是呢，美国的媒体讲法是说，这一次哈马斯这边没有办法同意，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以军不愿意撤离加萨嘛，不愿意撤离费城走廊嘛。那美国呢现在说其实是有要求他们要撤出的，那他不去，那怎么办呢？两边在这场战争打到目前为止，从去年的年底到现在，已经呢又快要满周年了。加萨 ATM 现在说是已经无钱可提，其实不是只是在加萨走廊而已，在以色列他们的经济同样受到重创。他们的统计数字呢是说4到6月的 GDP 增长率年增率已经到了负的了。除了工业生产缩水之外，商品劳务通通也都萎缩。再打下去，两边其实都会越打越辛苦，因为看看潜力吧，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是2年多了。那他们刚刚庆祝脱离苏联独立33周年，泽伦斯基的讲法是他再签了一个抗俄的法令，也就是说呢，要为乌克兰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还有欧盟来铺路。欧盟它还是要进去，现在呢持续的打，甚至还强调他们的国产原面包，也就是无人机的一款新的飞弹，说呢可以成功的打击对方，甚至呢，话讲得很呛他直接呛普京说，他每次都只会拿那个核弹的按钮出来，就跟他讲说，你看到我有这个核弹按钮哦，不要来刺激我哦。他说这个叫做老病夫啦，用嘴巴讲打打嘴炮而已啦。而且他还讲了，我去打那个北边，你们一直在说什么我不行。告诉你，我现在就是靠着这个换服行动才成功的。双方呢，其实在最近的这个中东这边的盟友呢，他们斡旋之下，让他可以直接的来换服完成。同时呢，他说要再向俄罗斯发动更多的报复。那目前乌克兰他要告诉美国，我还能打，我可以打。库斯克，你们都觉得我打不下来，我不就告诉你我可以吗？所以他希望美国直接解除他的武器使用，但是据说到现在拜登团队都还没有点头。那因为会影响到美国大选嘛，真点头了，再打下去真的会比较好吗？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两场战事？首先以色列这一边，他说他是先发制人，直接呢先打黎巴嫩真主党。我这边来来往往已经打过非常多次了啦，所以我觉得要看规模啦，然后以色列军队是不是往贝鲁特方向推进啦？
不然类似这样互轰这已经很多次了不过因为国防部宣布进入48小时紧急状态，我觉得他们大概是想说，伊朗可能先派小弟动手，那接下来伊朗可能就会猝不及防就出手，乘胜追击，也不叫乘胜追击了，就是猝不及防，因为他不预警嘛因为伊朗都不出手，好像也很难交代。可是我觉得也不会大打啦，基本上是这样了所以以色列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这样讲，就是伊朗的心理战有作用就是他就会觉得说，哎呦，这样打是不是接下来伊朗也要打我所以就是这样就这个就好像胡塞武装会不会接下来又打了某个油轮让你到处都起火这样不然你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参谋总长要去约旦对啊，他去约旦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拦截伊朗的飞弹是因为会经过约旦跟沙特阿拉伯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实际上大家都会去想对方想要出什么招啦，所以都要做一些预备动作不过这个看起来对贺锦丽不是一个不妙的事情因为可能一路打下去又打到9月中了，那搞不好9月10号他跟川普辩论的时候就在打那川普一定会讲一些话，就是说这个拜登没有能力停止战争等那我觉得乌克兰也是啦。事实上，据我了解，美国好像允许乌克兰使用那个陆军战术导弹了嘛，就 ATACMS 对，他最近已经使用了所以他库斯克才打进去也没有打到莫斯科，是用无人机啦我说库斯克啦，库斯克是打那个桥啦可是我总是觉得他打桥就表示他已经进入守势了不然你干嘛去阻止人家打进来所以我觉得，我坦白讲，我还是不看好这个局啦，因为你说你有阻止了俄罗斯的后勤，那乌克兰你的后勤其实是更紧张的而且我们接下来看下礼拜，搞不好顿内茨克那边会有突破，那搞不好乌克兰的红军村会被打下来，那个重要程度绝对超过库斯克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还要再看一下子啦，因为这个叫做战争的迷雾嘛，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有点看不清楚就是双方可能都在调动，在动员必要的武力啦，那要在哪一个点上要做一次真正的决战那个时候就会看得比较明朗可是据我们了解，就是在顿巴斯这一边，俄罗斯是有攻势的那乌克兰这边都不回答，事实上他这边是比较麻烦的。而且那边如果打出去，那延伸出来的战场会蛮大的因为如果你从那个顿涅茨克它全部吃下来，再往前就是德涅伯河了，对，那其实就会蛮紧张的就等于它东岸就整个就是对都没了，它就会慢慢出去，一打1/3就没了，然后可能就到它的中间了。那这样子的话，后续要怎么打他现在是跟美国讲说，我库斯克打得很好我很棒你赶快多给我一些东西。但是对于贺锦丽来说，真的给他东西的时候，那他9月10号他又要怎么样来回应川普呢？这一些牵一发动全身。我们先进广告，等回来继续说。好，我们说2场战事持续在打，来请教孝瑋哥了。原因是因为当今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真主党互相出手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其实以色列他这次我觉得是他率先出击的这个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当然其实因为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他认为只要周边有任何国家会威胁到他的这个生存安全，他就要这个率先动手。而且其实我们也看到，因为现在以色列这个内阁它本身的这个声望实在是越来越糟，而且也从去年10月7号打到现在，也已经快要满1年了。那对于以色列这个民众来说，虽然
周边那个国家对他的生存威胁是以色列每一个国民都会所感受到的这样一个危机。但是如果说已经接近快1年，然后整个国家的这个包含经济财政状况也都越来越糟，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内阁来说，他必须要急着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他解决这个问题呢，可能不是要去跟周边的国家进行谈判，像我们看到前一阵子的这个周边国家那个像以美国来说都已经开始要准备让他们能够跟哈马斯等等进行一系列这个谈判的时候，以色列出手把人家首领干掉了，然后像现在又主动对真主党发动攻击。从以色列的这个角度来说，的确他们过去的这个生存哲学里面很重要，就是主动出击，以战止战。但是如果说今天周边的这样一个环境，对他的这个国家这个整体的这个状况来说，他用以战止战的方式真的划得来吗？而且再加上我们看到伊朗的报复到现在还迟迟未出现，我们会觉得说伊朗会就这么样的就罢手了吗？虽然说这个狙击哈马斯那个领袖的这个行动距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你说会不会是伊朗等到整个国际形势或者说是这个以色列周边形势对他有利的时候才动手呢？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以色列那个伊朗对以色列这个报复要让以色列很痛的话，那对于伊朗来说，他决定是要谋定而后动，也就是说，他由于像上一次的这个报复行动中，虽然说绝大部分的攻势都被以色列拦截下来，但是从伊朗的角度来讲，如果他这次再做了一次那个类似像上次的这个行动，让以色列全部拦下来的话，那他对以色列也没有能够达到教训的目的，所以对他来说，他这一次的行动中，至少要让以色列感受到痛。虽然说不见得真的要弄到以色列有重大伤亡，而又要再对那个伊朗进行下一轮的这样的攻击，但至少他的这个行动中一定要让对方感受到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接下来这段时间就很有必须要注意到伊朗是不是真的要让以色列然后那个对他进行攻击？因为其实从伊朗角度来讲，这个事情迟迟不做，他对内也没有办法交代，他在伊斯兰世界中的这个地位也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就是说大家这样的认可。所以我觉得反制行动早晚会到来。那以色列这样做下去，我觉得用这样一个冤枪包甚至主动出击的方式来说，的确不会对那个中东的地区的这个和平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帮助。是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要请左老师帮我们做总结。节目最后，请左老师帮我们总结。好，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这个时间真的是很有特别的意义啊。第一个，前2天这个《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才说呢，拜登把这个重要的这个战略资产部署到中东是有助于嚇阻。拜登一直劝这个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跟真主党伊朗那走上谈判桌，这个反而是没有效的。结果呢，这个社论没有多久呢，发布了2天之后呢，就看到了真主党的行动。那当然，这是表现出来，就是说，其实真主党对于现在的这个以哈的这个谈判的进展其实是不满的，因此他也透露出另外一个可能的讯息，就是这个谈判呢，恐怕不会成功那这个我觉得是更让人担心的啦。那当然现在的说法是说呢，哈马斯已经决定要派人去谈了原来在第1轮的时候，哈马斯是没有派人去谈，前2轮了，哈马斯没有派人